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大橘讲故事，谢谢您的收听和点赞，您的支持对我非常重要。祝大家心想事成，福寿安康，家人平安幸福。我叫夏洋洋，今年24岁，刚刚大学毕业。我爸爸妈妈是做餐饮企业的，名下有很多间酒楼，都是5星级以上的酒楼，走的都是高端路线，高质量，价格自然也很贵，所以我爸妈每年都赚很多钱，而且只生了我一个宝贝女儿。虽然我家里很有钱，但是我从小不显摆，也不会和别人说我家里多么有钱呀，也不会大花耍。我的爸爸妈妈也很低调，只有亲戚和一些比较要好的朋友才知道我家里的情况。我读大2的时候交了一个男朋友，我也没有特别和他说我爸妈很有钱，我只是简单的和他说我爸妈是开餐厅的。男友周玉坤爸妈是做生意的，家境富裕。和我交往的时候，周玉坤也很大方，总是一副公子哥的样子。不过他对我是真的好，可以一掷千金的给我买礼物，也常常陪我看他不喜欢看的文艺电影。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也特别照顾我。去年暑假，周玉坤带我回去见他爸妈。那天我把自己打扮得很清秀，没有浓妆艳抹，首饰也没有戴什么。我给他们买了一篮水果。进门后，他爸妈打量了我一会后，就叫我坐客厅喝茶，也没有表现得很热情。我想可能是第一次，还没有熟悉吧。毕业后，周玉坤就向我求婚了。恋爱2年时间，周玉坤对我都不错，我们之间也没有什么矛盾，所以我就答应了。过了几天后，周玉坤说他爸妈想请我父母吃饭，联络一下感情。听到他爸妈邀请我爸妈吃饭，我很高兴，立马回家和爸妈说了。爸妈也说亲家挺懂礼的，立刻答应了。隔天周玉坤和我说，特意订了一间5星级酒楼招待我爸妈。我听了很高兴周玉坤的重视，一听周玉坤说酒楼的名字，哈哈，周玉坤好眼光，竟然订的是我家的酒楼。我爸妈平常穿衣服也不讲究，只要求舒适就行了，所以看起来有一些随便。爸妈说见亲家随和一些好，就不需要刻意打扮了。我们去酒楼见到周玉坤爸妈的时候，他爸爸穿得很隆重，他妈妈穿得珠光宝气的一比，感觉我爸妈寒酸了许多。不过我爸妈没在意，热情地和他们握手。周玉坤爸爸就礼貌地握了握手，可是周玉坤妈妈装着没看见一样。还有点菜的时候，周玉坤爸妈都没问我爸妈喜欢吃什么，就自己点了一些他们认为名贵的菜式。在等上菜的时候，周玉坤妈特别强调，他们家1年收租多少万的，家里有2套房子，还说不知道有多少女孩子抢着想当他们家少奶奶，哭着喊着要嫁给周玉坤。意思就是我能嫁给周玉坤是我的福气，还一直在显摆周玉坤爸开的车子值多少钱，他买一个名牌包包要几万。听得我心里都不舒服了。他讲的这些，我爸妈又不是没有，只是不像他那样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家有多少钱一样。吃完了整餐饭，我终于明白了，周玉坤爸妈是来我爸妈面前显摆的，而且是带着羞辱我爸妈的目的。我爸妈早已经看出周玉坤爸妈的意思了，爸妈后半段时间整个脸都冷了下来，只听着周玉坤妈在显摆，并没有多说什么。结账的时候，服务员拿账单上来后，周玉坤妈看了后觉得贵，傲慢地叫服务员叫经理上来打个折。经理上来见到我爸妈后，立马哈着腰和我爸妈说，董事长夫人，怎么是你们来吃饭，也不打声招呼，我们好好安排呀。周玉坤一家听了都傻眼了。周玉坤爸妈态度立马变了，立刻对我爸妈恭恭敬敬的，连我看了都想吐了。
并且堆着笑容对我说：“他们家打着灯笼，都找不到这么好的儿媳妇，叫我们赶快结婚。”我听了反感极了。回到家后，爸妈叫我认真考虑清楚再嫁。你们说这样的家庭，我要嫁过去吗？那天从酒楼回到家，夏洋洋辗转难眠，周玉坤一家人前后截然不同的态度，像一根根刺扎在他心头。思考良久，他决定和周玉坤开诚布公地谈一谈。第二天，夏洋洋约周玉坤在公园见面。微风拂过，树叶沙沙作响。夏洋洋看着周玉坤，认真地说：“玉坤，你爸妈上次吃饭时的行为，让我和我爸妈心里都很不舒服。他们的显摆和对我爸妈的轻视，是对我们极大的不尊重。”周玉坤脸上闪过一丝慌乱，赶忙解释：“洋洋，我爸妈就是好面子，他们没别的意思。再说，咱们俩感情好才是最重要的，别因为他们影响了我们。”夏洋洋眉头紧皱，失望地摇了摇头。感情是重要，但家庭也是婚姻的一部分。我无法接受一个不尊重我家人的家庭。你当时为什么不站出来制止他们？周玉坤低下头，沉默片刻后说：“我怕当着他们的面反驳，会让场面更尴尬。洋洋，给我点时间，我去和他们沟通，让他们向你和叔叔阿姨道歉。”夏洋洋犹豫了，他看着周玉坤诚恳的眼神，心中有些动摇。好，我给你这个机会，但如果他们还是没有改变，我们可能真的要重新考虑我们的关系了。之后的一周，周玉坤都没有联系夏洋洋，这让夏洋洋愈发不安。周末，夏洋洋正准备出门，手机突然响起，是周玉坤打来的。洋洋，我爸妈想请你和叔叔阿姨再吃顿饭，这次他们是真心想道歉。周玉坤的语气中带着一丝期待。夏洋洋和父母商量后，决定再给周玉坤一家一次机会。这次，周玉坤一家选择了一家朴素的中餐厅。见到夏洋洋和他的父母，周建国和李美兰立刻迎了上来，脸上堆满了歉意。夏董事长、夏夫人，上次是我们不对，太过于显摆，还忽视了你们的感受，希望你们能原谅我们。周建国诚恳地说道。李美兰也在一旁附和：“洋洋是个好姑娘，我们之前太糊涂了，希望你们能给我们一个弥补的机会，让孩子们顺利结婚。”吃饭过程中，周玉坤一家不再炫耀，而是主动关心夏洋洋和他父母的喜好，气氛十分融洽。饭后，夏洋洋和周玉坤走在街头，夏洋洋轻声说：“这次我看到了你和你父母的改变，希望以后我们两个家庭能真诚相待。”周玉坤紧紧握住夏洋洋的手，点头道：“一定会的，洋洋。以后我们一起努力，经营好我们的小家。”几个月后，夏洋洋和周玉坤举办了盛大而温馨的婚礼，两个家庭并弃前嫌，共同为这对新人的未来祝福。请听故事2。我男朋友特别穷，买不起礼物、钻戒和项链，可我后来却看到他坐在最高档的夜总会，把几十万的酒当水喝，一边喝还一边跟别人说，他居然真的在厕所就答应我了。你说贱不贱？后来我继承首富遗产，轻描淡写间决定了他家企业的生死。那天雨下得很大，众目睽睽之下，他跪在我脚边求我。旁人问起他和我的关系，我淡淡一笑，被我玩烂的一条狗罢了。不信，让他叫一声给您听听。来华庭院做扫地阿姨，却撞见本该在家里睡觉的男朋友。陆周很穷的，我知道他被家里赶出来，没钱吃饭，没钱睡觉。如果不是遇到我，他肯定会饿死。所以，为什么这么穷的王浩会出现在市里最高档的会所华庭宴呢？无数穿着暴露的女生围在他身边，
他的手就放肆地在他们身上游移。一声娇嗔，女生捂着裙子对他嗔怪：“陆少这里可不行。”王浩哈哈大笑，没再动作，只是轻佻地勾了他的下巴。旁边的人开始招呼王浩玩牌，口问道：“陆少，你跟你那小女友怎么样了呀？你都为她装穷装成那样了，还没把人拿下？”王浩手里捏着牌，得意得很：“你兄弟我是什么人，还拿捏不了他？我跟他说没钱去酒店，他居然在厕所就答应我了。你说他贱不贱？”听到这句话，我如遭雷劈，思绪又回到那个潮湿暧昧的雨天。厕所里，王浩把我抵在墙上，隔壁传来马桶抽水的声音，他就在我耳边低喘哀求：“宝宝，求你了。”湿热的吻落在我耳边，我用尽力气推拒着他：“不行，你放开我。”后来，一切是怎么发生的？我还记得他炙热的呼吸，嘴里翻来覆去的话语：“我爱你，我会娶你，咱们结婚好不好？”过往10几年，我从来都是一个人，这是第一次有人说爱我。那一刻，我的心狠狠颤动，近乎默许地松开了手。我一点也没想到，王浩就把这件事在会所里随口说了出来，还是如此嘲弄的口吻。现在我就像块石头站在门外，听到他的朋友们在里面起哄一片。他们说王浩牛逼，是钓妹的神，还说我贱，说我是侧女。而王浩没有反驳他们，一句都没有。他嘴角噙着的微笑，好像在说有什么不对吗？可我在地铁上被人猥亵的时候，他会恶狠狠地把那人拖下车，按在地上打出血。我当时吓坏了，求他停手，他只是紧紧把我抱在怀里，嗓音颤抖：“如果我今天不在，你受了委屈怎么办？我会疯的。”我还记得当时我感动得一塌糊涂，所以把王浩带到家里，任由他侵占我的生活。他说他没有钱，所以我一天打3份工，忙得连轴转，到手的1万只留给自己必要开支的2000，剩下的都给王浩，就怕他在朋友面前没有面子。现在想想，他一定很瞧不起我用命赚来的8000块钱吧？因为他的陆是陆氏集团的陆，他手腕上戴的表，连买下这栋楼都不是问题。就连他身边围聚的那些朋友，个个也是非富即贵。这真的是我认识的王浩吗？包厢里这个轻视我、践踏我的王浩，和我印象中那个干净落魄的少年，实在太不一样了。初见那天是雨天，我看到他浑身皱疤，满脸是伤。出于好心，我把我唯一的伞递给他，可他追上来，拽住我的衣角，小心翼翼道：“姐姐，我没有家了，我也没有钱了。”于是我把王浩接回了家，担心伤到他的自尊心，他的身世来历我从不多问。现在想想，我对他一无所知，他对我却如数家珍。我把过往的伤口袒露给他，如今就成了他茶余饭后的笑话。怎么会有女的出生就没妈的？笑死！他跟我说，他爹猥亵他，也不看看他长那逼样，除了我谁会看上他？一把年纪，混得跟个屎一样，连套房都买不起，害我跟他一起住那破屋子。我的心一定已经死了吧？现在我站在门外，真是想冲进屋去大声质问，可我只是呆若木鸡站在原地，浑身没有力气。如果我是个聋子就好了。谈话仍在继续，里面嘘声一片。陆少早点分了吧，毕竟这种女的心里都点缺陷。而她就那样噙着淡漠的笑容，对我宣判死刑。我还没玩够呢，毕竟这么贱的可不多见。我走了，我像个游魂一样飘走，感觉身体都不是自己的。我仅存的意识让我进小卖部买了2瓶啤酒，然后就蹲在路边，一口口往嘴里灌。烈酒烧喉，一口闷完，
然后我恶狠狠把酒瓶往地上一砸，叫道：“王浩，我要让你知道惹怒我的代价！”酒瓶炸裂的声响引来路人注意，有人问：“惹怒你有什么代价呀？”泪水大滴大滴从眼泪滑下，惹怒我的代价就是什么都不会发生。是啊，他是高高在上的陆少，有权有势有地位，我有什么呢？可怜的自尊心吗？耳边似乎接连一阵笑声响起，然后手里就被人塞了一张卡。男人眼下一颗泪痣，嘴角带着淡淡的笑意，揉了揉我的头发：“小可怜，收着吧，密码8个8。”然后他挥挥手，潇洒地离去了。我看着手里的卡，呆了一呆，追上去要还给他的时候，扑通一声摔到地上。再抬头，人已经不见了。我擦了擦额头的血渍，恶狠狠爬起来。至少有一件事是我可以对王浩做的。姐姐，我回来了。我就坐在沙发上，看到王浩把门关上，走进屋来。看到我时，他的眼睛像小狗见到骨头一样亮起来，扑到我面前，把我压在身下，用素净的手指拂过我的发丝。他非常动情，好想你。一边说，他一边慢慢啄吻我的脸颊。在他解开我衣扣时，我突然开口：“王浩，你觉得上我是恩赐吗？像我这么贱的，能被你上，我是不是该感恩戴德？”他的动作狠狠一僵，也是在这一瞬之间，我猛然抬腿踹中他腿心。王浩一声惨叫，捂着那块地方冷汗直流。“你发什么疯？”他大叫道，就好像引线突然点燃，汽水突然爆炸。我拎起床上的枕头，桌上的烟灰缸，往他身上砸去，一边砸一边骂：“我发疯，我看你才疯！难为你一个太子爷，陪我玩这穷小子的戏码，你装了这么久，真是让我恶心。”他一边躲一边装傻：“你在说什么？”我怒道：“你还装？我今天都听到了，我以后都不想再看到你。我们分手，老娘把你甩了棍！”我把他扫地出门以后，重重关上了门，慢慢滑坐在地上，泪水从眼睛里滑下。手机这时嗡嗡作响，点开来是王浩发来的各种解释信息。他一定很急，因为以前我在生气不理他，他从来也不会发大段大段的文字给我，他从来只会晾着我，等我主动低头。这次我一个字也没看，直接把他拉黑删除。外面的敲门声在响，我都置之不理。大概过了1个小时以后，王浩才在门外沉声开口：“陈朵朵，你先冷静一下，过2天我再来找你。”紧接着楼下一声车响，王浩径自上了那辆玛莎拉蒂。我在黑暗里坐到腿麻，直到很久很久以后才慢慢站起来。我告诉自己，不过是被狗咬了一口，我总不能咬回去吧。我住的地方在偏远的郊外，厕所要走个10分钟才到。带上手电筒，一路上我走得艰难至极。走着走着，突然发现地上倒了个人，我心惊胆战地把他扶起来，发现是个老爷爷，还活着，活着就好。爷爷哼哼唧唧让我扶他坐一会，我坐在他身边，默了又默，没忍住问了一嘴：“爷爷，你是来拉屎的吧？”老人家眉心重重一跳，一口气差点没喘上来。幸好我猜对了，我在厕所门口守着，就怕他一个不小心掉进茅坑去。上完厕所后，老人家红光满面：“小姑娘很善良的嘛。”我打量着爷爷，觉得他跟某个富豪有点像。爷爷捋捋胡须，大手一摆，人老了都长一个样。我想也是，那种大老板怎么会这样巧被自己碰上？等我上完厕所再出来时，爷爷已经不见了。回去的路上，我盘算着明天要早点到饭馆，多烧几个菜，争取让客人满意，升职也有指望。
毕竟对我们这种人来说，生存比恋爱更重要。但当时的我绝对没有想到，这个爷爷会如此大的改变我的生活。第二天，王浩就来饭馆找我了，可我没想到他还带了个女人。烧得这么难吃，存心给客人喂食是吧？王浩搂着那个女人说完这句话，扬手就把那盆菜甩到我脚边。他翘着腿，神情高高在上，不可一世，好像在说我不装了。我攥紧拳头，如果您不满意，我重新做一份。到后厨重新烧菜的时候，别人却告诉我，王浩已经走了。接下来一连好几天，王浩都只来这个饭馆吃饭，点名要我做的菜，每次带不同的女人，而且每次都给我打差评。次数多了，老板找到我，我低着头来不及道歉，老板却意味深长地看着我，小叔啊，咱们这个庙容不下大佛呀。我愣住了。晚餐时，王浩又来了，点了我的菜。众目睽睽之下，我恍若不闻，扔了围裙就走。王浩冲过来拽住我，刚要开口，我就打断了他，我已经辞职了，你找别人烧吧。他狠狠一怔，反正已经辞职。我甩开他的手，冲到他女伴身边，他那方面不太行，大树底下挂辣椒，又短又小，他肯定满足不了你，所以你们没等我说完，王浩就已经冲上来捂住我的嘴，气急败坏，滚！他恶狠狠对他女伴道。女伴走的时候，上下扫了他一眼，盯着他那个部位看了又看，嫌弃得不得了。王浩黑着脸把我拽到停车场，我被他按在墙上。哪知道他张口却说，吃醋了，放心，我没碰过他，只是叫来气你的。而且他的嗓音变得暧昧，我小不小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说完他就撞了我一下，我顿时如遭雷劈，猛烈挣扎起来。王浩，你王八蛋，恶心人，滚！突然一阵刺耳急刹响起，一辆黑车停在王浩咫尺之遥，只差半米就把王浩给撞成肉泥了。我跟他都吓得脸色苍白。车里突然跳下3个黑衣人，一个扯开王浩，另外2个就拉住我往车里塞。你们是谁？青天白日，我这是被绑架了吗？我惊恐至极，可他们力气太大，我完全挣扎不了。车子飞速驶离，我只看到王浩不停追逐的身影。王浩叫：陈朵朵，别怕，我会去救你的。我被带到一个会客室里，然后有人拿出照片让我辨认。我一看，这不是那天我扶着拉屎的老头吗？他已经死了。一名黑衣人表情严肃道。我心一颤。紧接着，他们拿出数份文件摊在我面前，让我签名，态度强硬，神情急切至极。我大叫，我是不会认罪的，人不是我杀的，我只是扶着他屙屎，别的都跟我无关啊。偌大的会客室突然响起一阵低低的笑声，我心想这个笑声怎么有点耳熟，扭头去看，却惊呆了。那是一个帅得惊为天人的男人，但我震惊的不是其他，而是更早之前我就见过他。他就是那个给我银行卡的男人。后来我特地去银行查账，发现里面居然有10万块钱。他随手给的一张卡，是我1年的工资。男人显然没有认出我，他慢悠悠走上前，嗓音低沉地向我解释。原来我遇到的那个老人是中国第1富豪，当时他被儿子气得出走医院，碰巧就被我碰上。拉完屎回去后的那个晚上就死了，死前还对他的管家说，我就是把遗产都给那个小姑娘，也不会给那个败家子。所以我签下这个名字，我就能继承他的所有遗产吗？我问出了自己最关心的问题。哪知道男人说，不是，我不全是。男人抬起手指向自己，嗓音含笑，还有我将会作为你的私人管家，
教你待人接物。犹豫片刻，我还是摇头，对不起，我不能签。孙明显然非常惊讶。我非常感谢那位老先生，但是对我来说，帮他拉只是举手之劳，而且这些钱不是我赚的，我受之有愧。孙明循循善诱，舒小姐，能让先生心甘情愿把遗产给你，不就是你的本事吗？而且签了这份文件，你就可以让所有轻视你、侮辱你的人付出代价，你真的不心动吗？轻视我、侮辱我，让他付出代价，真的吗？在这一刻，我可耻的心动了。回过神来，重新面对着眼前厚厚一沓文件，我深吸一口气，切！突然砰的一声响，一群人破门而入。一个满脸麻子的人冲出来狞笑，我看谁敢让他签。孙明拦在我身前，表情严肃，马志，这是你父亲的遗命，难道你要让他死了都不安心？看来他就是老先生的儿子。放屁，哪有把财产都留给外人的？这不公平，我要向法院提起诉讼，你等着吃牢饭吧。只听他们一阵争执，个个吵得脸红脖子粗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默默举起那套文件，不好意思，我已经签完了，合同已经生效了。人生真是非常奇妙，1个月前，我还为了3两银钱奔波，受人白眼。突然之间，我就成为了中国第1富婆。变有钱第一件事，我就是让孙明去银行提了100万现金，撒到床上，我就在上面打滚，真是太爽了。这时门突然被敲响，舒小姐，你接下来有很多安排，请问你做好准备了吗？我一听，头都要大了。自从继承遗产之后，孙明就把规划提上日程。我每天要学的内容有插花、舞蹈、礼仪，还有商业金融、外语。对于初中毕业的我来说，让我学习简直是要了我的命。我摆出严厉的神色，不行，先往后推，这几天我要解决一些事情。既然有钱了，以前受的气当然不能放了。于是第2天，我又去了我从前工作的那家餐馆。一踏进去，就听到一声阴阳怪气传来：“哟，这不是前几天被赶走的小叔吗？你今天是舔着脸想留下来烧饭吧？如今你就是跪下来，也不可能再回来了。”他是张芳，我的同事，但他处处看不惯我，给我使绊子，落井下石。有一次，他拿了店门钥匙，明知道我还没下班，愣是把我锁在后厨一整晚。以前因为我穷，所以我总是忍气吞声，但是现在我不用再忍了。我看着他，一字一顿道：“我来买下这个饭馆。”话音一落，他就哈哈大笑：“就凭你，你知道要多少钱吗？”下一刻，他就彻底说不出话来，因为我把100万现金全都从袋子里倒出来，撒到他面前。巨大的声响让周围无数顾客侧目。这里够吗？老板张大嘴巴，连连点头。不等张芳反应过来，我就对他说：“那么你现在就滚吧，现在我是老板，我说了算。你就是跪下来求我，我也不可能让你留下来。”我把他刚刚说的话都还给他了。张芳急得都要哭了，可是除了我，没人能帮他。最终他只能灰溜溜卷铺盖走人。坐上劳斯莱斯，孙明扭头，我却兴致冲冲，还没完，去找王浩，我现在就要让他付出代价。孙明打了几个电话，得到王浩定位后，就带着我7弯8拐，兜兜转转，居然来到了我从前租的那个房子。我惊了道：“我来这里干嘛？王浩又不可能在这里。”可等我上了楼，我更是震惊了，因为我没给王浩钥匙，所以他进不去房子。他只是仰靠在门上，整个人喝得醉醺醺的，玻璃酒瓶洒了一地，好像他在这里等了好几天。而他一看到我，好像突然有了意识，
冲上来紧紧抱住我：“小叔，你去哪了？当时你被绑架，我找了所有人脉，用了所有手段，都找不到你，我真是要疯了。要是你出了意外，我怎么能原谅自己？”王浩紧紧抱着陈朵朵，身子微微颤抖，浓烈的酒气扑面而来。陈朵朵原本坚定的心，因他这番模样泛起一丝涟漪，但很快，会所里那些羞辱的话语又在耳边响起，理智瞬间回笼。他狠狠推开王浩：“王浩，别装了，你在会所里对我的羞辱，我永远都不会忘。”陈朵朵杏目圆睁，声音因愤怒微微发颤。王浩脚步踉跄，差点摔倒，脸上满是痛苦与懊悔。“朵朵，那天我喝多了，和那些狐朋狗友吹嘘，只是为了面子。我心里自始至终爱的只有你，从你递伞给我的那一刻起，我就认定你了。”陈朵朵冷笑一声：“为了面子？你可知道你的面子把我的尊严踩得粉碎？”说着，他示意孙明上前。孙明心领神会，将王浩按在地上。陈朵朵踩着9厘米的高跟鞋，鞋跟狠狠踩在王浩脸上。“王浩，你不是说我贱吗？现在被我踩在脚下，滋味如何？”王浩疼得扭曲了脸，却没有反抗，嘴里嘟囔着：“朵朵，我错了，求你原谅我。”看到王浩这副模样，陈朵朵心中的报复欲得到了短暂的满足，可不知为何，一丝失落悄然涌上心头。她收回脚，转身快步离开，孙明紧随其后。回到车上，陈朵朵眉头紧皱，心中五味杂陈。孙明见状，轻声说道：“小姐，对付王浩这样的人，摧毁他的事业，才是最致命的打击。”陈朵朵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此后，在孙明的帮助下，陈朵朵凭借敏锐的商业头脑和果断的决策力，开始对王浩家族的陆氏集团展开反击。先是在一场重要的招标会上，陈朵朵的公司以绝对优势击败陆氏，拿下项目。接着，又暗中策反了陆氏集团的几位核心高管，导致陆氏内部人心惶惶。王浩坐不住了，他四处托人联系陈朵朵，均被拒绝。无奈之下，他只能亲自前往陈朵朵的公司。在公司门口，王浩被保安拦住，他大声呼喊着陈朵朵的名字：“朵朵，我知道错了，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当面跟你解释。”陈朵朵在办公室里听到动静，透过窗户看到王浩狼狈的模样，心中波澜起伏。思索片刻后，他吩咐秘书：“让他上来吧。”王浩满脸憔悴，走进办公室后，扑通一声跪在陈朵朵面前：“朵朵，求你放过陆氏，所有的错都是我一个人的，和我家人无关。”陈朵朵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，眼中满是冷漠。“王浩，商场如战场，当初你羞辱我时，可曾想过会有今天？”王浩无言以对，只能不停磕头。就在这时，秘书匆匆走进来，在陈朵朵耳边低语几句。陈朵朵脸色骤变，原来王浩为了挽救陆氏，竟挪用公司巨额资金，如今东窗事发，陆氏面临破产危机，还可能面临法律诉讼。陈朵朵心中复杂万分，看着瘫坐在地的王浩，她最终还是拨通了律师的电话，帮陆氏解决这次危机，但陆氏30%的股份必须转到我名下。王浩抬起头，眼中满是感激：“朵朵，谢谢你。”陈朵朵摆摆手：“别谢我，这只是我不想看到无辜的人受牵连。从现在起，我们两清了。”经过这次风波，陈朵朵彻底放下过去，在孙明的陪伴下，专注于自己的事业，开启新的生活。而王浩也在这次挫折中真正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决定重新开始。
陆氏危机解除后，王浩兑现承诺，将陆氏30%的股份转到陈朵朵名下。经过这次事件，王浩如同脱胎换骨一般，主动辞去陆氏的职务，前往国外进修商业管理知识，试图真正理解商业的本质与责任。陈朵朵这边，随着对商业领域的不断深入，她的商业版图迅速扩张。在孙明的悉心辅佐下，两人不仅在传统商业领域站稳脚跟，还敏锐捕捉到新兴科技行业的机遇，开始布局人工智能与新能源产业。公司的规模与影响力与日俱增，成为商界炙手可热的焦点。在繁忙的工作之余，陈朵朵和孙明的感情也在悄然升温。一个周末的夜晚，两人在公司顶层的露台上共进晚餐，月光如水洒在他们身上，周围灯光璀璨，勾勒出城市的繁华。孙明凝视着陈朵朵，终于鼓起勇气表白：“朵朵，从我们一起面对各种挑战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发现自己越来越离不开你。我喜欢你，不仅仅是因为工作上的默契，更是因为你独特的魅力和坚强的内心。”陈朵朵脸颊微红，眼中闪烁着幸福的光芒。她轻轻点头：“孙明，其实我也早已对你动了心。是你在我最无助的时候陪伴着我，让我有了重新站起来的勇气。”两人相视而笑，月光下，他们的身影紧紧相依。然而，商场如战场，平静只是暂时的。一天，陈朵朵收到情报，竞争对手李氏集团正在策划一场针对他们公司的恶意收购。李氏集团实力雄厚，手段狠辣，如果不及时应对，陈朵朵的公司可能会陷入万劫不复之地。陈朵朵和孙明紧急召开高层会议，制定应对策略。经过一番深入分析，他们决定先发制人，一方面揭露李氏集团在商业活动中的不正当行为，引起监管部门的注意；另一方面，推出一系列创新产品，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，吸引更多投资者的青睐。就在双方剑拔弩张之际，王浩从国外归来。他得知陈朵朵面临的困境后，主动联系他，表示愿意提供帮助。陈朵朵起初有些犹豫，但考虑到王浩在国外学到的先进理念和积累的人脉资源，最终还是答应了。在王浩的协助下，陈朵朵成功瓦解了李氏集团的阴谋。李氏集团因不正当竞争行为受到监管部门的严厉处罚，声誉一落千丈。而陈朵朵的公司则凭借创新产品和良好的口碑，在市场上占据了更大的份额。经过这次危机，陈朵朵和王浩彻底冰释前嫌。王浩也凭借自己的努力，在陈朵朵的公司谋得一席之地，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改变。几年后，陈朵朵和孙明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。婚礼上，王浩作为伴郎，真诚地祝福两人：“朵朵、孙明，祝你们幸福美满。感谢朵朵给了我重新开始的机会，也感谢你们让我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爱与责任。”在众人的祝福声中，陈朵朵和孙明相视一笑。他们知道未来的路还很长，但只要彼此相伴，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。婚后，陈朵朵和孙明不仅在事业上继续乘风破浪，家庭生活也幸福美满。陈朵朵怀孕后，孙明对她更是关怀备至，工作之余包揽了所有家务，陪她产检，给宝宝准备婴儿房，每一个细节都亲力亲为。随着孩子的出生，这个小家庭充满了欢声笑语。陈朵朵为女儿取名孙悦，寓意着希望她的人生充满喜悦。在照顾女儿的过程中，陈朵朵和孙明愈发体会到为人父母的责任与幸福。
事业上，陈朵朵并没有因为家庭的缘故而停下脚步。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初步成功后，她又将目光投向了环保科技。她深知，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，环保科技将成为未来发展的重要趋势。陈朵朵联合王浩，带领团队日夜研发，终于推出了一款具有革命性的环保产品——高效空气净化设备。这款设备不仅净化效率高，而且成本低，一经推出便受到市场的热烈欢迎。公司的业绩再创新高，成为行业内的领军企业。然而，成功背后总是伴随着挑战。就在公司蒸蒸日上之时，一位名叫林宇的竞争对手出现了。林宇曾在行业内小有名气，他嫉妒陈朵朵的成就，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打压他的公司。林宇先是散布谣言，诋毁公司的产品质量，导致部分客户对公司产生怀疑。接着，他又暗中挖走公司的核心技术人员，试图窃取公司的研发成果。面对这一系列打击，公司内部人心惶惶，股价也大幅下跌。陈朵朵和孙明、王浩紧急商讨对策。孙明提议通过法律手段维护公司权益，王浩则认为应该加大研发投入，推出更先进的产品，用实力回击对手。陈朵朵综合两人的建议，决定双管齐下。一方面，公司迅速收集证据，起诉林宇的不正当竞争行为；另一方面，加大研发投入，缩短新产品的研发周期。在团队的共同努力下，一款更高效、更智能的环保设备提前问世。与此同时，法院的判决也下来了，林宇因不正当竞争行为受到了严厉的处罚。公司的声誉得以恢复，股价也逐渐回升。经过这次危机，公司变得更加稳健，团队的凝聚力也更强了。随着女儿孙悦一天天长大，陈朵朵和孙明注重培养她的品德和兴趣爱好。孙悦聪明伶俐，对绘画和音乐有着浓厚的兴趣。陈朵朵和孙明经常陪她参加各种艺术活动，鼓励她发挥自己的创造力。多年后，孙悦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入了顶尖艺术院校。在孙悦的毕业典礼上，陈朵朵感慨万千，看着女儿一步步成长，我和孙明都感到无比骄傲。这些年，我们在事业上经历了无数的挑战，但正是这些挑战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。未来，我希望孙悦能追求自己的梦想，创造属于他的精彩人生。而陈朵朵和孙明在经历了风风雨雨之后，依然携手同行。他们的爱情和事业成为了商界和生活中的一段佳话，激励着无数人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，不惧困难，创造美好的未来。接下来，请收听第二个故事。楚乔的公公摔倒，中风瘫痪了，在医院治疗了1个月后，婆婆方慧把他送来楚乔家。楚乔啊，我要给老二带孩子，没办法照顾你爸爸，我就把他交给你了。楚乔说，可我2个孩子也还小，哪有办法照顾他？小叔子就1个孩子，跟我的小女儿一样大，3岁，我的大儿子5岁，带这样2个孩子，每天要耗费我大量精力，哪里还有办法照顾偏瘫病人？婆婆给楚乔戴高帽子，我知道楚乔能干，你们2个又善良，把你爸放在你家，我放心。说完，她转身就要跑。楚乔一把拉住，不好意思，我跟你儿子离婚了，这房子是我的，你儿子已经无家可归，你把他也领回去吧。婆婆惊呆了，听到离婚瞬间变脸，指着楚乔大声喝问，谁允许你们离婚的？国家批准的，你有意见？我不批准，你就算离了婚，这房子也有我儿子一半，我把你爸留在这里天经地义。楚乔直接爆粗口，少说这些不要脸的话，这房子是我爸妈留给我的，他凭什么分一半？钱婆婆指着楚乔，
你个不孝女，竟然骂婆婆！呸！你算哪门子婆婆？以前我给凌霄面子，叫你一声妈，现在我跟他离婚了，你一个前夫的妈，跟我有屁关系？还想当我婆婆？脸比屁股厚，有多远滚多远！前婆婆气得脸都绿了，转头骂凌霄：你就让他骂你妈，你不敢扇他几个耳光。凌霄冷冷地说：妈，想让我坐牢，打自己老婆，怎么会坐牢？凌霄说：离婚了，她不是我老婆了，你把我的家弄散了不算，还要把我送进监狱才高兴，我怎么会摊上你这么个吗？婆婆震怒，冲过去打了凌霄一个嘴巴子：你个不孝子，敢指责我，砍脑壳的，从小到大都不听话，不孝顺，不给我们拿1分钱，现在你爸摔得偏瘫了，你为了不管你爸，竟然假离婚。凌霄的脸上泛起清晰的指纹印，他失望地看着他妈：我没给你们拿钱，倒家的楼房是我拿钱买材料修的，是我请装修公司装修的，家具也是我买的钱。婆婆吼道：你有什么证据是你拿的钱？那是我借钱买的材料，装修和家具都是我借的钱。楚乔忍不住了：你借谁的钱？那房子前前后后花了10多万，我们7年挣的钱都拿回来给你们修房子了，你现在说我们没拿钱？刚结婚的时候，婆婆说老家将来要拆迁，把房子修好点，以后拆迁可以多赔钱。凌霄很开心，说拆迁了，他有了钱就可以在城里买套房子了。当时他弟弟还在上高中，他们为了赚钱修房子，除了上班，还盘了个小店，每天起早贪黑的忙。后来因为店里生意很好，比上班挣得多，他们就辞职了，每天一心一意忙店里的生意，整整7年挣的钱都拿回去了。现在方慧竟然不承认了。他又冲着楚乔吼：我没看到你的钱，你有什么证据说你们把钱拿回来了？那时候公公婆婆声称不会用智能机，手机转账他们搞不懂，叫他们每次取现钱送回去。现在他直接不承认，他们又哪里有证据？楚乔反问他：你说你借钱修的房子，那你的证据呢？他蛮不讲理地说：反正乡下的房子是我们跟你弟弟修的，你2口子1分钱都没有出，没有出钱也没有出力。凌霄气坏了：我们没出钱没出力，我拿钱买的材料你可以不认，但修房子，你把我和楚乔都叫回来修，还逼我们把店转了，你也不承认。那时候店里的生意很好，转出去非常可惜，但婆婆说农村的年轻人都出去了，请不到人。她还说那几个村都冻结了，不准修了，可能很快就要拆了，我们不抓紧时间修好，后面也修不成了。凌霄很盼望拆迁，就劝说我把店转让了，回去帮忙修房子，毕竟农村10多万就能修3层楼，而城里买一套房子要100多万，能够拆迁的话，我们确实要少奋斗几10年。方慧骂：你放屁！修房子的时候，楚乔在娘家坐月子，你在照顾她，坐月子修房子2个月，看都没有回来看一眼。楚乔冷笑：孙老太婆，你说这些没良心的话，不怕天打雷劈？修房子的时候，我怀着老大7个月，每天煮3顿饭，大肚子挨着灶头烤得热乎乎的。你们忙不过来的时候，我还要给泥巴匠打杂，调灰浆地砖，见啥做啥。房子主体完工了，我要临盆了，你们把我们赶出来，我才不得不回娘家生孩子坐月子。你现在说我们没出力，你的良心都被狗吃了。那7年开店可能太累了，楚乔大姨妈不规律，迟迟没有怀上孩子，直到婚后第7年才怀上，却又接到婆婆的电话，叫他们回去修房子。楚乔怀着孩子，每天也起早贪黑的干活，累得腰酸背痛。凌霄要天不亮就上街买材料、买菜、买肉，回来他把砖从车上卸下来，再一趟趟背到泥巴匠面前，背上的皮都磨破了。他是给泥巴匠打杂的主要劳动力，慢一点砖和灰浆供应不上，公公婆婆就喋喋不休地抱怨。可房子主体一完工，方慧就借故跟凌霄吵架，骂得他狗血淋头的，叫他们滚。他还威胁：你不滚，等楚乔生孩子的时候，我要你叫天天不应，叫地的不灵，不信你到时候看。公公也说：那些鸡是我们养的，我都舍不得吃，你们也别想吃。凌霄怕楚乔生产的时候被公婆气得抑郁，就带他离开了。楚乔现在还记得，那天下着大雨，路上很滑，他们还没有买车，因为是山路，
有20多个弯道，也不敢坐别人的车。凌霄牵着他的手，一步一步往山下走。平时2个小时的山路，那天走了4个半小时。楚乔刚回到娘家就发作了，他爸赶紧送他们去医院，孩子平安落地。凌霄抱着孩子掉眼泪，如果生在路上怎么办？楚乔什么也不懂，为修乡下的房子，他跟凌霄吃了那么多的苦，方慧还说他们没有出力，他火大的不行。方慧大吼：我就是没见到你们1分钱，不相信我跟你赌咒。赌咒？凌霄接过来，你不承认我们拿了钱，没关系，这个哑巴亏我吃了，但你说我们修房子没有出力，就是昧良心。2个泥巴匠总记得我们，可以回去问。方慧明白，有2个泥巴匠作证，这是他撒不了谎，于是他不说他们没出力了，又吼：我就是没见到你们的钱，你们没给我拿过1分钱，不相信我们赌咒，我敢对天老爷发誓。凌霄说：你们去年的生日，我一人给转了5000，过年一人赚的1万，爸摔伤那天，我还给老二赚了2万块钱，叫他赶紧送爸去医院。爸住院1个月，我又垫进去2万多，你居然说我没有给你们拿1分钱，这钱是老二贪污了，那就赌咒吧，谁贪污了我们的钱和房子不得好。方慧又一巴掌打在他脸上，你还真的咒我们，你个不孝子，早知道你是个货老婆不要骂的混账东西，我就该把你按尿桶里淹死。凌霄双拳捏得冒青筋，如果是外人这样打他，他拳头早挥上去了，可这是生他养他的吗？他能怎么办？他哑着嗓子说：爸生病这1个月都是我一个人照顾，我又出钱又出力，你们没人来看一眼，我就回来休息一下，叫老二照顾2天，你就把爸送来了，还说一大堆没良心的话。我知道你偏心，可你也偏心的太过分了。方慧不依不饶：我偏心怎么了？把你养大了，还供你上了大学，给你娶了媳妇。楚乔火冒三丈：你供他上大学，他的助学贷款是结婚后我们还的，他的生活费是他自己打工赚的，他娶媳妇，你给过1分钱彩礼吗？做过酒席吗？买车买房了吗？我们的婚礼，我娘家做了酒席，你们呢？连酒席都做不起，还好意思说是你给他娶的媳妇。楚乔跟凌霄是大学同学，他那时候看见凌霄每天都忙着打工赚钱，心生同情，渐渐地发现他很善良，也热心助人，就对他产生了感情。他以为他家很穷，因为觉得农村父母要供一个大学生出来确实不容易，而且他家还是2个儿子。凌霄自己也这么认为的，他说从小父母就爱哭穷，总是说家里没钱了又没钱了，所以他从上大学就开始努力打工赚钱，1年到头，除了自己的生活费，他还攒一些，过年拿回去让父母买年货。楚乔跟他结婚前去他家，他妈非常热情，一口一个闺女。他听说有的女孩婚前到婆家，会被婆家试探勤不勤快，故意安排女孩干活，进厨房做饭洗碗什么的。凌霄他妈完全不让他做事，把他宠得像公主。楚乔跟凌霄闹着玩，他妈都骂凌霄不心疼他。那时候楚乔完全看不出来他妈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，只觉得他挺好。直到结婚7年后，修好了3层楼房，他把他们赶出来，楚乔才看清楚他的本来面目。凌霄也是那时候才明白的。他们跟他们赌了2年的气，过年也不回去。后来凌霄的弟弟结婚，他们跑来请他们，还请楚乔爸妈。当时楚乔爸妈还健在，婆婆一直道歉，说她修房子太累了，没有控制好脾气，说了难听的话，请楚乔原谅她。楚乔爸妈也劝他，毕竟是凌霄的父母，不可能一辈子不来往，他们就一起回去了。可看见小叔子的婚礼非常隆重，楚乔心里很不舒服，又听说他们给了弟媳妇娘家28万彩礼，还有5金，还买了车，楚乔心里拔凉拔凉的。那次回来后，楚乔告诉凌霄，你爸妈你要孝顺，我不拦着，但别指望我给他们尽什么孝。凌霄保证一切都听他的。现在对方会了偏心，楚乔非要一吐为快不可。他说，房子拆迁了，你们分了2套房，你全部给老二，300万拆迁款，你给他200万，自己留100万。你把好处都给了你的小儿子，你老头病了，老二不拿1分钱也不照顾，你还想扔给我照顾？你这种老女人又蠢又坏又恶心，
你马上把老头带走，不然我扔出去了。”从小叔子结婚以后，楚乔再也没有回过乡下。过年的时候，凌霄要么提前回去看看，要么不回去给他们赚一笔钱。结果乡下的房子拆迁了，他们都不知道，他们也够狠，一分钱都不分给他们。好歹那房子是他们出钱出力修的呀，好处没他们的，尽孝就找上门来了，哪有这样的便宜事？方慧跳着脚喊：“扔啊，你扔啊，有本事你扔出去！”楚乔一把抢了他的手机，抓住他的手指开了锁。他伸手抢：“你干什么？”楚乔躲开说：“我给你们订一个酒店，你们好好住在里面养老吧。”方慧现在也用智能手机了。楚乔看见他的微信钱包里有5万块钱，直接订了酒店房间，然后把手机交给凌霄，说：“送他们去酒店，你也别回来了。”凌霄把他爸的轮椅推出去，方慧追着喊：“电话给我，我要报警。”凌霄刚推到门口，2名警察走了进来。我们接到报警，说你们这里吵闹得很厉害，怎么回事？方慧马上哭起来：“警察同志啊，你们可算来了，我老头中风了，儿子媳妇要把我们赶出去，我们可怎么活呀？”警察看向楚乔问：“你是他们的儿媳妇？”“不是。”楚乔否认：“我不认识他们。”方慧嚷嚷：“你怎么不认识？以前你把我叫吗？”楚乔反问：“什么时候，在哪里叫的？有什么证据？”“这还要什么证据？你们结过婚的。”楚乔拿出离婚证递给警察：“我跟他儿子离了婚，他还把钱公公送来，逼着我赡养。”警察看了看，刚离婚。“是的，1个月前，我接到方慧的电话，说凌霄他爸摔倒了，很严重，要我回去照顾。我要带2个孩子，自然不可能回去。他威胁我，你必须来照顾，不然我就送到你家里去。”我不理他，直接挂了电话，然后打给凌霄，说我要离婚。他大吃一惊，忙问怎么回事。我把情况告诉了他，说你爸妈太过分了，分房分钱没我们的份，给你爸治病就找上门来了，我凭什么管他？凌霄苦笑：“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照顾我爸的。”我摇头：“我相信你，但信不过你爸妈。为了保险起见，离了吧，反正这个家你回来一样住。”他拗不过我，只好跟我去了民政局，但要冷静1个月才能拿证。他请假回去照顾他爸，在医院待了1个月，瘦了整整1圈。冷静期一到，我马上叫他回来，把离婚证拿到了手上。我们这样做，就是防着婆婆把公公完全扔给我们不管。既然是2兄弟，就应该都尽一些义务。凌霄回来的时候说，他在医院太累了，趁他弟弟在医院照顾他，在家里多休息2天。这2天除了领证，他都在补觉，还没有补够，婆婆就给公公办理了出院手续，直接送到我家里来了。警察对方慧说，他跟你儿子离了婚，就不是你的儿媳妇了，别在这里吵闹。方慧嚷道：“他们家离婚的，就是不想赡养我们。”另一个警察说，就算没离婚，儿媳妇对你们也没有赡养义务，你只能找你儿子。可他把我儿子离了呀，我儿子净身出户，一无所有，还拿什么赡养我们？凌霄说，我跟楚乔结婚10多年，挣的钱全拿回老家了，本来就什么都没有。楚乔接过来，有2个孩子，你如果嫌凌霄一无所有，我可以让给凌霄1个孩子，他上班没时间带，你就带回乡下替他照顾吧。方慧马上跳起来，我哪有时间帮你带孩子，我带老2的孩子都带不过来。你可以请保姆啊，反正有2套房子，300万存款。房子和存款是老2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警察开口，你2个儿子是吧？那就找你儿子赡养，别来骚扰前儿媳妇，回去吧。2个警察连说带劝，把方慧扶走，凌霄也把他父亲推了出去。下午楚乔从幼儿园接了2个孩子回来，刚走到小区外面，方慧就推着轮椅上瘫痪的老头冲了过来。楚乔怕冲撞到孩子，急忙拉着儿女躲开。方慧停下轮椅，举着手机对着楚乔的脸拍，嘴里大喊大叫：“大家快来看啊！我这个儿媳妇为了逃避给我们老2口养老，跟我儿子假离婚，还把我们一家3口赶出家门。”这时候正是孩子放学的高峰期，接孩子的家长都回到小区门口了。他这一声喊，
马上涌过来一堆人看热闹，把楚乔和2个孩子围得严严实实。楚乔怕孩子出什么岔子，一手一个紧紧拉着大儿子，马上给他爸爸打手表电话：“爸爸快回来，有人骂我吗？”方慧几年都没有来过楚乔家，他儿子女儿都不认识他。凌霄听见了他妈的喊声，生气地说：“儿子，保护好妈妈和妹妹，爸爸马上回来。”方慧一边拍视频，一边控诉着楚乔有多十恶不赦。大家看看，这就是我的儿媳妇楚乔，从把她娶进门，我们没有半点对不起她的地方。她每次回来，我都把她当祖宗一样供着，就怕她不高兴，被左邻右舍议论，说我这个婆婆不会善待儿媳妇。她要吃土鸡，我亲手逮了杀了给她炖；她要吃新鲜蔬菜，我每年都种各种菜，不打药不施肥，干净卫生无公害，亲自送来。我还给她送米送面送菜油，我这样做够意思了吧？还对不起她吗？可她是怎么报答我的？以前我们老两口身体好的时候，楚乔把我们当牛马用，我们在乡下做牛做马，省吃俭用，好不容易修起了3层楼的小洋房。他们过年过节回来只管享清福，连碗都没有洗过一只。现在孩子大了，他公公偏瘫了，他就翻脸不认人了，把我们赶出家门。方慧越说越伤心，还哭了起来。楚乔对他的演技叹为观止，也不反驳，静静地看他表演。方慧接着说：“我和老头不是他亲爹吗？他敢出来，我无话可说。可我儿子跟他结婚这么多年，是2个孩子的亲爹，他凭什么说离就离，让我儿子净身出户？各位请给我们评评理，看楚乔这么不孝顺老人，也不爱护丈夫的行为，对吗？可怜我们一家3口，现在都无家可归了。”呜呜呜！说着说着，他开始嚎啕大哭。围观者有一部分是跟方慧年龄差不多的妇女，她们不明真相，见她哭得可怜，带入自己的角色，议论纷纷。现在的年轻人啊，真的难伺候。我那个儿媳妇也是，我每天帮她接送孩子、做饭、洗衣服，她一点都不感恩。年轻人没有家庭观念，动不动就离婚，哪像我们以前，看在孩子的份上，再大的委屈也忍着。这个小媳妇儿，不是我说你，你遇上这样好的公婆，是你前世修来的福分，他们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，你不能为一点小事就闹离婚啊。就是你离了婚倒潇洒，怎么不为孩子想想？这么小的孩子生活在单亲家庭里，多可怜啊！10多张嘴对着楚乔七嘴八舌的，他就算想辩解也说不过来。不过有认识他的邻居出现了。咦，这不是楚乔吗？我看着他长大的。楚乔知书识礼，不是不讲道理的人。就是楚乔跟她老公很恩爱，怎么会离婚？我跟楚乔是邻居，你们说是楚乔的公婆，我怎么没有看见过？方慧说，她跟我儿子本来就是假离婚的，就是不想赡养我们老两口。我们乡下人白天要忙着干农活，每次天要黑了才来，东西送到儿子家，我们就连夜回去了，所以跟你们不熟悉。他这话一说，大家都将信将疑。凌霄赶到了，他抱起老二，楚乔腾出手来，也拿出手机拍方慧。凌霄听见有围观者指责楚乔不孝，马上为他辩解：楚乔没有做任何对不起我爸妈的事，我跟他离婚也是被我父母逼迫的。方慧顿时暴怒，把手机转向凌霄，骂道：你们看看，这就是我的好儿子，有了媳妇忘了娘，他老婆都不要他了，把他跟我们一起赶出来了，他还在帮前妻说话。凌霄，你撒谎也不过脑子，明知道你爸偏瘫了，正是需要人照顾的时候，我会逼你和楚乔离婚。你们为了逃避赡养义务，2个人假离婚骗我们，还想盖我一头屎，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个白眼狼？凌霄不是他母亲的对手，被骂得脸红脖子粗，还不能爆粗口。楚乔看这架势，估计一时半会解决不了问题，那他得亲自上场了。他到小卖部买了2斤瓜子1瓶水，借了1根凳子，然后他坐在方慧对面，招呼大家：来，嗑瓜子，听我跟这个老女人好好掰扯掰扯。方慧气得跳脚：你们听听，这个不孝女竟然骂我是老女人，哪个当儿媳妇的敢这么骂婆婆？就算离了婚，你也得叫我一声吗？楚乔笑眯眯地说：方慧，我们出钱出力，
给你们乡下修好了3层楼房。我怀着大儿子要临盆的时候，你把我们赶出来，不许我再把你叫吗？现在我不是你儿媳妇了，你反而想要我叫吗？你的老脸都不要了！我告诉你，你就算跪下来给我磕头，我都不会叫你一声吗？因为你不配。方慧更气了，指着楚乔手指哆嗦，你们听听她说的什么话？她嫁的是我儿子，我怎么就不配给她当妈了？还直呼婆婆的名字，有没有教养？楚乔好笑，我当然有教养，没教养的是你，方慧，你不配当婆婆，也不配给凌霄当妈，更不配给我的2个孩子当奶奶。你问问我这2个孩子认识你吗？从你把我赶出来，你就没有主动来看我2个孩子一眼，没有管过我怀孕，没有照顾过我坐月子，没有帮我带1天孩子。我老大5岁，二女儿3岁，你给他们买过一个糖果吗？买过一件衣服吗？你们从来没有为我和孩子付出过，凭什么你的老头偏瘫了，你要逼我照顾？我欠你们的吗？这些年，方慧2口子几乎没有来他们家。楚乔跟凌霄开店租房子住的时候，他说农活忙，连脚印都没有来踩一个。小叔子结婚，他也是到楚乔爸妈家里，请他们回去参加婚礼。楚乔爸妈过世后，把房子留给楚乔，他们一家4口才算有了一个固定的窝，结束了租房子住的历史。凌霄原来还想化解跟他父母的矛盾，大儿子2岁的时候，楚乔意外怀上了2胎，想着既然来了也是缘分，就决定生下来。要生产的时候，凌霄请他妈来帮忙照顾一下大儿子，方慧却说：“我哪有时间？你弟媳妇也要生了，我要照顾。”他弟媳妇比楚乔晚3个月生，凌霄反复说，3个月后她出了月子，楚乔就可以回去照顾弟媳了。主要是楚乔月子里需要一个人照顾大儿子。方慧一口回绝：“你自己照顾，我把你养大已经对得起你了，没有义务给你带孩子。”凌霄气得挂了电话。从那以后，他再也没有向他父母求助过什么。楚乔这一番话，听得围观者唏嘘不已。天哪，这是什么婆婆？把临盆的儿媳妇赶出家门，也不怕孩子出危险。这么可恶的婆婆，遇见她是倒了8辈子霉，还叫她妈，叫她老妖婆还差不多。这种恶婆婆有多远叫她滚多远。开始听她说话，满嘴的仁义道德，没想到全是假的。方慧喊叫：“不是假的，楚乔才是撒谎，我真的给他送了很多东西来。”同楼层的邻居秦姨发话了：“这位大姐，我听你前面说半晌了，我来说2句吧。我家跟楚乔门挨着门，跟他父母和他都很熟悉，凌霄也是个好孩子。”方慧马上打断他：“你是楚乔请来的拖把，一开口就维护他，我不想听你说话。”楚乔好笑：“怎么着？只允许大家帮你说话，不允许帮我说话？”邻居秦毅说：“你不想听，我也要说完。我的孙儿跟楚乔的大儿子一样大，每天2个孩子都在一起玩，晚上不是他来我家接娃，就是我去他家接孙孙。这么多年，我还真没有看到他的公公婆婆登过门，所以你要说给他们送这样送那样，真就是撒谎的。前面你说了一大堆谎言，楚乔都没有出声，你儿子只说了1句话，就被你机关枪一样哒哒哒的压制住了。现在楚乔也是在慢条斯理的跟你讲道理，大伙都有眼睛，看得出这小2口不像强势的人，倒是你仗着自己是长辈，有点欺负小辈的意思，你这样不行啊，都是一家人。方慧见邻居秦姨一直帮他们说话，还批评他，瞬间翻脸：“我教育我的儿子媳妇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少狗拿耗子，多管闲事。”这句话让所有人都炸了锅，纷纷对着他指指戳戳。你这人才奇怪，是你叫我们评理的，现在又说我们狗拿耗子多管闲事，我们是狗，你就是耗子，耗子是4害，老鼠过街，人人喊打。有你这种挑事的婆婆，儿媳妇不离婚等着过年吗？方慧说：“哼，不过大家呼天抢地，你们城里人抱团欺负我们乡下人。”楚乔笑笑说：“我们欺负你，你可以报警，或者我来报吧。”他关了相机，准备拨打报警电话。方慧这个人是典型的欺软怕硬，欺负一般人很能耐，看见村干部就满脸堆笑。在乡下，他这一辈子也没有跟警察打过交道。
上午2个警察的面相又严肃，对他有一定的震慑作用，所以他听见楚乔要报警就心虚了，吼道：“你们城里人合伙欺负我们乡下人，我找警察去！”就推着老头匆匆走了。围观者有的谴责他，有的安慰楚乔，慢慢都散了。楚乔跟凌霄也带孩子回了家。晚上，楚乔拿着手机刷，看到方慧发了视频，内容就是下午他来闹事的那一幕。因为他一直对着楚乔的脸拍，楚乔的脸清清楚楚。评论区盖起了高楼。楚乔冷笑，看来他早有准备。如果楚乔留下老头照顾，他就走人；楚乔不肯照顾，他就要让楚乔被网暴，让楚乔身败名裂。楚乔翻了一下评论，发现有一部分是骂他这种儿媳妇心黑不孝的，也有一部分骂老不像老，小不像小，一个巴掌拍不响，肯定双方都有责任。还有的说未知全貌，不予置评，看看后续再说。可见网民不全是被他牵着鼻子走的，还是有相当一部分有自己独立的思想。楚乔把他下午拍的视频进行了剪辑，对方慧的脸做了打码处理，发布到网上，然后到他的账号下面评论儿媳妇欺负婆婆的完整视频在这里，并附上了链接。随后他又录了一段自拍的视频，讲述他和凌霄以前为那个家的付出。他放了大量照片，有他刚结婚的时候乡下房子的样子，就几间破破烂烂的土墙房子，价值不到1000块钱；有他们修好后3层楼的样子，拆迁后赔偿有2套房的样子。当然，他也说明了，拆迁后的房子和钱都跟他们没关系。舆论很快反转，网友不仅骂方慧恶毒，还顺着他的账号追到了小叔子那边。方慧被网友骂，被小叔子抱怨，气得跑来楚乔的账号下骂他，楚乔删除了他的恶言恶语，并把他拉黑。方慧不能再留言骂楚乔，就在他的账号下面把楚乔的信息全曝光，然后还不服气，他又跑来楚乔家小区骂他。楚乔就报警了，警方来后，楚乔靠他辱骂自己，还把自己的信息公开发到网上，侵犯了自己的肖像权和其他权益，这就不是小问题了，警方要抓他去拘留。方慧这才吓着了，态度来了180度的大转弯，马上删除视频，又给楚乔道歉，求他原谅。楚乔冷笑：“你觉得可能吗？”他转身回小区。楚乔，你放过我吧！方慧扑通跪了下来。方慧这人是能屈能伸的，他占理的时候就得理不饶人，恨不能把对方踩进烂泥里。一旦他觉得自己要吃亏了，马上求情认错，下跪磕头打滚撒泼，什么招都使得出来。现在他一跪下，就有围观的劝楚乔：“算了吧，你婆婆知道错了。”楚乔打断：“我单身，没有婆婆。前婆婆也是婆婆呀，好歹你们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。”方慧哭天抹泪：“是啊，你爸妈都不在了，我就是你的亲妈，我被关起来对你也没好处啊。再说你公公怎么办？”楚乔厌恶地说：“我单身，没有公公婆婆，别人的婆婆坐牢关我屁事。”他径直走了。凌霄带着孩子站在小区里面，楚乔问：“你是不是要原谅你吗？”他摇头，给他一个教训也好，不然他总是来吵闹。那你爸呢？我先照顾几天，等我妈出来再说。方慧被拘留了5天，楚乔以为他出来后会消停的，没想到过了一些日子，楚乔收到了法院的传票，方慧起诉楚乔假离婚，骗了本属于凌霄的房产，还说这房子有他们的份，是他给凌霄拿钱买下来的。楚乔真是无语至极，方慧还跑来找他说：“楚乔，我给你2个选择，第一，你好好照顾你公公；第二，你不照顾也可以，那就分给凌霄2间房子，他和他爸1人1间，你随便选一个，我就撤销起诉。”楚乔好笑：“方慧，你长得比猪丑，想得比人美，你家2套房子还装不下他们2父子，要来抢我的房子。我这套房子本来就不大，30一厅，他们父子俩占2间，那我2个孩子长大了怎么办？”方慧气红了眼：“你一个都不选是吧？那你就等法院判决吧。”凌霄出来了，生气地说：“离婚是我跟楚乔的事，你管什么闲事？”方慧暴怒地骂：“你个砍脑壳的，怎么这么没出息？你自己不争不抢，老娘帮你抢，你还反对？”凌霄梗着脖子说：“
我不要你帮我抢，我愿意净身出户。那你们就是假离婚的，我就要告你们。楚乔看着方慧说：凌霄不是你的亲生儿子吧？他眼睛一瞪，放屁，他是我10月怀胎生下来的，怎么就不是我儿子了？你养个儿子，你的偏心太明显了，把凌霄恨得像狗，把老二宠得像宝。我看那凌霄，我建议你跟你妈做一个亲子鉴定，网友说你很可能是方慧拐骗回来的。凌霄很震惊，方慧嚷着说：你少挑拨我跟凌霄的关系，他是我的亲生儿子，我如果撒谎，天打雷劈。诅咒有什么用？你敢跟他做亲子鉴定吗？我有什么不敢？明天就去。你爸饿了，我回去给他喂饭。他匆匆跑走了。凌霄问楚乔：你真的怀疑他不是我亲吗？楚乔说：我也是从网上看到的，说如果不是独生子，父母却严重偏心的话，建议做一下亲子鉴定。楚乔的确是从网上看到的，他上一次发布视频后，引来众多网友的同情，大家都骂方慧偏心的太过分了，把大儿子当苦力和赚钱的机器，却把小儿子当个宝。于是有人建议让凌霄查查跟方慧是不是亲生母子。凌霄沉吟着说：他们对我弟弟确实很宠，我几乎没有享受到过父母之爱。楚乔问：那你要跟他做亲子鉴定吗？凌霄点头：不管是不是，我也要做一个，求个心安。方慧和他老伴一直住在酒店里，因为楚乔当时给他订了1个月的，本以为他舍不得钱会退订，没想到他住得还挺惬意。看来他不把老头扔在楚乔这里誓不罢休。方慧每天都给凌霄打电话，让他去给老头洗澡按摩，推下楼晒太阳，所以楚乔以为凌霄要拿到他的生物样本并不难。不料这段时间他不找凌霄帮忙了，凌霄找上门去他也不开门，楚乔的疑心更重了。他让凌霄出镜，在网上请教网友，怎么才能让方慧跟凌霄做亲子鉴定。网友很热心，各种出谋划策。有人建议多贴一些凌霄小时候的照片，如果他的亲生父母另有其人，肯定也在找他，看到他小时候的照片就能认出他。楚乔觉得有道理，于是叫凌霄回乡下一趟，把他小时候的照片拿一些来翻拍，但他说他小时候根本没有单人照，他回去只找到了一家4口的合照。楚乔贴上去后，网友评论：哇，你老公7、8岁了，居然穿着他妈的花衣服，又长又旧，他弟弟不到1岁吧，穿得跟城里小孩一样光鲜，他绝对不是亲生的。网上的热议让楚乔的帖子热度很高，方慧也知道了。下午楚乔接孩子回来，他拦在小区门口骂楚乔，挑拨他和儿子的关系。他哭诉怀凌霄时有多辛苦，生他时有多艰难，我生他难产，差点连命都没了，你竟然说他不是我亲生的，你也生了2个孩子，如果我说你的孩子不是亲生的，你不难过吗？楚乔啊，我没想到你的良心这么坏。围观者又议论纷纷，说楚乔没有证据，不应该怀疑凌霄的身世，这对亲生母亲的打击太大了。就在这时，一对中年男女挤进来问楚乔：凌霄在哪里？我们是他的亲生父母。楚乔的眼睛瞪大，心跳都加快了，凌霄的父母真的另有其人。方慧转头就骂那对男女：你们是哪里钻出来的冒牌货？凌霄是我的儿子，我亲生的。那2人也不甘示弱：凌霄是我们的儿子，你这个拐骗犯，别以为过了30多年我们就不认识你了。方慧大叫大喊：什么拐骗犯？你给我说清楚，我把儿子养到30多岁了，你们冒出来说是他的亲生父母，我看你们才是拐骗犯。双方吵得不可开交，楚乔赶紧给凌霄打电话：快来，这有2个人说是你的亲生父母，正跟方慧吵架呢。凌霄赶到，看着真假父母争吵，他也一头雾水。那个陌生女人冲过来，一把抱住他，喊：我的儿啊！方慧也冲过来推搡他：你放开我儿子！楚乔赶忙说道：你们别吵，这样也吵不清楚，做亲子鉴定吧。方慧吼道：我不做，本来就是我的儿子，我为什么要做亲子鉴定？亲子鉴定也有假，我怎么知道是不是你们在搞鬼？这时警察到了，将他们全部带到派出所调查。那对中年男女说，凌霄是他们的独生子，30多年前
他们带着他在外面做生意。不料那年，凌霄被一个经常来买东西的女人拐走了，当时他还不到3岁。夫妻俩找了这么多年都没有音讯，他们也经常在网上发寻亲帖。楚乔发的凌霄的视频被平台推送到了他们面前，他们看到楚乔贴的照片，认出了照片上的方慧，就是当年拐走凌霄的女人。而从年龄上推断，方慧的大儿子就是他们的亲生儿子。最神奇的是，他们跟楚乔一家在同一座城市里，所以他们马上赶过来，想跟凌霄做一个亲子鉴定，看看结果。正好跟方慧碰面，就吵起来了。方慧突然大哭，说：“儿啊，事到如今，我也不瞒你了，我跟你生父是情人，我生了你后，他就变了心，不要我们母子了，我才带你离开。现在见你大了，能挣钱了，他们的亲生儿子又死了，就舔着脸找上门来，想把你骗回去。”中年男人大怒，一巴掌打在他脸上，骂道：“你算什么东西？我看得上你，也不撒泡尿照照，尖嘴猴腮，死鱼眼，一看就不是好东西。”方慧撒泼地冲过去打他：“你敢打我，老娘跟你拼了！”男人又一巴掌把他打倒在地上，他爬起来抱着凌霄嚎啕大哭：“儿啊，你就看着妈妈被外人欺负吗？”凌霄把他推开：“你是不是我吗？还不一定。”警方这时候也弄清楚了情况，让他们都做亲子鉴定。到这个份上，方慧想不做也不行了。不久，亲子鉴定结果出来，凌霄跟方慧真的没有血缘关系，他是那对男女的亲生儿子。双方抱在一起痛哭，又悲又喜。之后，凌霄的亲生父母报警，要求警方抓获拐骗凌霄的方慧。方慧是在乡下叫红薯的地窖里被抓的，他做了亲子鉴定后，就知道自己跑不掉了，于是带着老头躲到了乡下。他藏在地窖里，警方找来的时候，他小儿子说他出去打工去了，但有村里人指了路。方慧在惶惶不安中还是被抓了，小儿子也因为作伪证犯包庇罪被抓。方慧供认，当年的确是他把凌霄拐回来的，因为他结婚几年都没有生育，村子里的人都笑话他。他假装出来打工，还取了个假名字。看见凌霄很乖巧，他父母忙生意又不能一直盯着他，他借买东西经常逗孩子，混熟了以后就拐走了凌霄。但几年后他又生了亲生儿子，对凌霄就不待见了，只把他当成干活挣钱的苦力用，这也是他拼命榨干楚乔夫妇的原因。方慧被抓后，凌霄的父母又提起民事诉讼，要求方慧赔偿经济和精神损失280万。小儿子所犯罪行不严重，只是被拘留了15天就出来了。老头也只有凌家小儿子照顾，可笑的是，他还给凌霄打电话，要他承担一半的赡养责任。你就算不是爸妈亲生的，也是他们的养子，你就有赡养义务。凌霄冷笑：“你搞清楚，我是被你妈拐来的，他们对我的收养根本不合法，还想要我赡养。”最后判决下来，方慧被判刑5年，赔偿80万。虽然判罚不算重，但从此以后，楚乔一家总算摆脱了这恶心的一家人。楚乔跟凌霄都很高兴。凌霄说：“老婆，我们复婚吧。”楚乔点头：“好。”他和凌霄的感情本就没有问题，离婚只是他想摆脱方慧夫妇的压榨。在方慧这家人跟他们没关系了，他当然愿意复婚。他们重新领了结婚证，凌霄的亲生父母又买婚房又买车，还给他们举行了一个极其隆重的婚礼。婚后，凌霄的亲生父母帮忙带孩子做家务，楚乔也找了工作，每天跟凌霄一起上下班，回来就有热气腾腾的饭菜等着他们。公婆贤惠，孩子可爱。晚上，凌霄抱着楚乔说：“我现在才体会到家的幸福。”楚乔点头：“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，幸福的家庭就应该是这样啊。”